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，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在今年4月1号早上10点钟到下午3点钟这段期间，请问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法庭，为了什么事情在法庭呢？我弟弟被人撞死，案子的检控官希望让外界更加了解我弟弟的情况，所以找我出庭作证。你所指的检控官是哪一位啊？是文曼宁。那一天庭审之后，你们是否还有继续接触？我不记得了。王小姐，你提供给警方的供词里面有提到说，庭审之后你曾经见过温曼宁，而且温曼宁私下还教唆你，要你对江俊伟进行报复。请问有没有这件事？我不记得我有这样说过。可是 CCTV 拍到温曼宁走过来跟你谈话，请问他对你说了什么话？对不起，我不记得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不要再问了。法官大人，由于证人的口供前后出现矛盾，我请求法官大人终止审讯，让执法单位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法官大人，既然控方无法证明证人的口供是否与事实相符，也无法提出更有力的证据，所以我恳请法官大人撤销控方毫无依据的指控，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，以示公正。谢谢你。干嘛谢我？坦白说，我真的很意外，有这么一个可以让你大捞一笔的好机会，你竟然什么都不要，这不像你以往的作风。我最近刚有了信仰，你相信吗？可不可以给我再好一点的理由？只要你尽快兑现对王小玲的承诺，那就够了。你到底跟王小玲说了什么？为什么要突然改口供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重要的是你现在重获自由了。如果你是用那肮脏手段让他屈服的话，我宁可坐牢。我是曾经做错了，但并不代表我会一直错下去。至少这一次，我问心无愧。对于你父亲的事，我真的感到很抱歉。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，都没有办法弥补对你造成的伤害。我知道你未必会原谅我，但是我还是要真心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吴佳明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你都已经判我有罪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那你尝试说服我啊。王小玲虽然这次多了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，但却换来她母亲再次重生的机会。米歇尔之前找过我，还主动开出条件，说要安排她的母亲到国外进行肾脏移植手术，还答应说要承担所有的费用。王小玲会改口供，是因为她母亲的关系。
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拒绝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商量？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。我当然不会答应。他这么一闹，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判决。我倒不觉得。然而这一次王小玲虽然是理亏了，但是她多了一项筹码。我原本也打算以王小玲有精神问题作为抗辩，然而她这一次在法庭上表现反复，却多了一份说服力，一举两得，是件好事。我的歪理说完了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你先别太自信，法官最后的判决还是个未知数。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一定做到。王小玲的官司我一定全力以赴的。你说到做到。这是我和安生的请帖。这不会是先上车后补票才得到的吧？你就不可以说一些比较好听的话吗？我以为你上次摔了一跤，已经不敢再结婚了。我之前是真的没有想过要结婚，不过我在医院的这段日子，我仔细的想一想，我是应该好好珍惜在乎我的人。那我应该恭喜你，但是你要看好你的暴力狂，我不想再被他揍多一次。美琪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我才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很忙，还坚持要约你。没有啊，其实之前我想到医院看你的，可是因为工作很忙，现在看到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是不是刻意要避开我啊？避开你？我为什么要避开你啊？其实我真的很忙，加上我刚加入新的地产公司，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学习的。那就好，我真的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做好朋友。我和安生要结婚了。恭喜你！其实之前安生也跟我提过，现在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的很替你们开心。嗯，到时候你会出席吗？肯定会啊！我怕我不去的话，安生会不放过我。嗯，那到时候见。到时见。中人，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回来 MAE。之前你的表现一直都很好，你有当律师的潜质。我觉得你这样就放弃，真的很可惜。我走了。先生，有什么需要？给我多一桶啤酒。好的。鲁律师，真的是你啊！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你啊！你也是一个人在这边喝酒吗？来一杯吧。鲁律师啊，你失恋了？你又知道？我乱猜的啦。根据我多年的观察，通常一个人来这边喝闷酒，一就是炒股票输了，二就是被老板骂，三就是女朋友有了，四的话，第四是什么呢？就是喜欢的对象跟别人结婚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这个女人，上山下海也愿意啊。可是现在的我，后悔死了。真的愿意为她付出再多也没有用，她看不上你，就是看不上你啊。我当初还以为以我和她交情，她会顾及我的感受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她今天亲自将这个请柬递给我。你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向你示威啊，证明给你看，他当初没选择你是对的。她真的是这么想吗？当然了，现在女人呢，10个里边有10个是无情无义的。当她们需要你的时候，
就用眼泪来打动你。当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，马上翻脸不认人了。哇，吴律师啊，看来你伤的比我还要重啊。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去他的婚礼啊？当然不去啊！你还想被侮辱多一次吗？说得对，我从今天开始就不会再接他的电话，在路上看到他，我马上掉头就走。这婚礼我不去了。好。喂，你不要跟我说你刚刚提的那个父亲的女人就是汤美琪啊！是啊，我真不明白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魅力，这么多男人喜欢她。吴律师啊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也是喜欢。来喝酒吧。喂，你说我们要不要干脆一起凑钱，做点什么呀？凑钱替他买贺礼吧？当然不是啊，一起凑钱买凶，干掉连安生。干掉连安生，你还说你没喝醉？我没醉啊，我怎么可能会醉？清醒得很呢。走路摆来摆去，还说自己没醉，你真的是。嘿，还说没醉。哎，什么事啊，吴律师？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啊！你怎么了？好，先躺下。张医生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聊两句。好啊。这个药是你托人给我的吧？我想不到有更好的方法能够引起你的注意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只是想证明我没认错人。就算你真的见过我，那又怎样？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你没有必要搞这种小动作来骚扰我的生活。你不记得我不用紧，但是你应该记得这种药吧？我很肯定，10年前在 Winston 疗养院我见过你，虽然当时没什么接触，不过毕竟我们还是校友，所以我对你有印象。我曾经是在那里打工，可是时间很短，而且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所以上次我才会隐瞒。原本这件事情我早已经淡忘了，可是最近发生的事，让我又想起这件事。方海伦，疗养院乔先生的妻子，你们的关系应该在那个时候开始吧？这是我的私事，没有必要回答你吧？这倒也是。方海伦在沙巴不幸遇害，你也曾经被怀疑是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。虽然最后警方证实事情与你无关，可是当年乔先生因为病情恶化而猝死。我想，事情没那么简单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海伦的死，还有乔先生那件事，警方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案子也了结了。我不懂你翻这些旧账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如果事情就如当年所说的，乔先生突然病发而猝死，那你为什么害怕我翻旧账？我再说一次，乔先生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你想从这件事得到什么好处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不要痴心妄想。如果你再来骚扰我和我的家人，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老公这几晚都一直在喊痛，根本没有办法入睡，结果靠你一支药就搞定了。其实我是新来的实习医生，我是按照医生的吩咐，所以功劳不是我的。请问刚才你对他注射的是什么药？哦，这是新的特效药，主要呢是舒缓病人的疼痛。那你可不可以跟他加重那个剂量啊？你也看到了，他真的痛得快受不了了，我看了都心疼。我想用这个药减轻他的痛苦。那可不行啊！这个药虽然效果很好，但是不可以过量，要不然的话会导致身体不适，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就像乔先生这样的年纪跟身体状况，绝对不可以过量。张医生，不好了，乔先生他出事了。
Sir. Can you please try to save him? We've done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done.为什么连叔叔还不接我电话呢？妈，我只是希望在教堂举行非常简单的婚礼仪式，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？结婚是重要的日子，摆喜酒是应该的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可是我希望一切从简，而且我不是第一次结婚啊，我希望低调一点。是，就因为你不是第一次结婚，所以才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交代你跟安生之间的关系呀。你之前说会尊重我的意愿，为什么现在出尔反尔啊？我也是为了你好。结婚是人生大事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？妈咪，连叔叔没有接电话。没关系，安生一定会赞同我的想法。来 ，Olive， 我问你，现在是外婆说的对，还是妈咪说的对？Olive， 你不是经常跟妈咪说喝喜酒很麻烦很闷吗？告诉外婆你不喜欢。外婆说的对，可是妈咪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大人的事情我管不了，我先回房睡了，晚安。哦，我也不想管。还是没接电话。从昨晚到现在，我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他，就是没接。不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还没结婚你就这么紧张了？有些婚礼的细节我拿不定主意，我希望可以听听他的意见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们是希望可以简单处理，可是我妈妈却希望我们摆喜酒。原来是这样。结婚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尊重我的决定。你说过，上一次你结婚的时候，你跟你妈的关系闹得很僵，她也不出席你的婚礼。我想这一件事对她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她可能觉得上一次她错过了女儿最重要的日子，所以这一次她非常落力地参与其中。其实，她是在关心你。我怎么没有想到？我只是懂得怎么跟她吵。其实，要化解矛盾的方法并不复杂，就好像打官司，我们去揣摩对方律师的心思一样，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，去了解问题真正所在就行了。你真的变了？有吗？我不觉得。你以前做事比较强硬，现在比较平易近人。我跟你分享我的私事也舒服多了。那是因为你以前不够了解我，我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。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？问吧。你会接温曼宁的案子，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内疚？这件事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温曼宁都好，都是没有办法解开的心结。我知道，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不可能化解他对我的恨意。我唯一能做到的，就是尝试跟自己妥协。去接受自己曾经有这么一个污点。说到底，我是真的做错了。Michelle，有个 client 等你很久了。我记得今天下午是没有预约的，是谁呀？是他，温曼玲。这是律师费的余额。哎，我之前已经付了我一半的费用，你给多了。我知道你答应王小玲要负责她母亲出国治疗的费用，这事因我而起，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扛。
不过事先说明，这不代表我支持你的做法。了解。我会确保这笔钱是用在他母亲的身上。王小云临时改口供，对他情况非常的不利。你打算怎么样？已经有律师在帮他了。我的责任就是帮你打赢官司，收了你这张支票，我就功成身退了。接下来有些什么打算？是不是回总监署？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不要以为你帮我打赢这场官司，我们之间仇恨就能够一笔勾销。如果王小玲那边需要什么的话，让我知道。来，多吃点。你看你瘦了啊！妈咪煮这么多，怎么吃得完呢？哎呀，你就听妈咪的话吧，多吃一点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在被扣留的时期啊，他多担心你吃不下里面的饭菜，所以啊，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你回来啊，他一定要把你养胖才甘愿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让我胖死，我吃。啊，对了，曼玲，Melvin今天找过我，他要我劝你回去啊。不然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到外面闯一闯。况且你不也接任了我的位子吗？我不想因为我打乱了大局。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之前你辞职呢，那是因为官司缠身，可是现在已经证明你是清白的，你就不应该那么容易放弃总监署的工作。妈说的对，爸生前一直很看重你的前途，现在好不容易你在那边有了一点成绩，相信他也很希望你回去的。别再说这个话题了。前面尊重我的决定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吃吧，吃饭，吃饭。曼玲，如果你是要帮他们来劝我的话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白费心机了。老婆和岳母大人的交代，不得不从啊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谈工作的事。就算你不想听，总该让我做个样子吧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我想念 Daddy 了。你还放不下爸的事啊？这一年来，我一直很努力让自己释怀，可是每个晚上一闭上眼，就会想起那一天。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爸的遗体就躺在我面前，而我。其实我也很遗憾，本来那天我也打算去探望爸的，可是偏偏手头上有很多工作走不开，就这样错失了一个可能救爸的机会啊！你说的是哪一天呢？就是你去酒店找爸的前一天，怎么了？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进总监署，怎么就工作在身吗？是之前 MMA 的交接工作，米莎那天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要我回去走一趟，结果就耗了我一整天的时间。哎，这么晚了，还会是谁啊？嗯？谁送来的？这么晚了。啊！哎，局长。张医生，你来啦，请进，请进。张医生，他的病会不会很严重啊？别担心，
他有一些伤寒症，待会开些药给他吃就没事的了。陈伯啊，你年纪大了，还有啊，你的血糖偏高，记得要注意饮食，少点吃甜啊。张医生啊，你对人真好。对呀，连我们的儿子1年都没回来看我们一次。你那么忙，还每个礼拜都过来。举手之劳啊，反正在家闲着就闲。好了，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好，谢谢张医生。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我有什么事情得罪你了，让你一直咬着我不放，还去骚扰我们家人？这就是今天你找我的目的啊？这什么2年前你还在英国的时候，你的医疗主任 Dr. Steven 指控过你，说你对医院的病患滥用违禁药物。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淡化这件事的，但如果我把这些资料交给医管局的话，你说你还能当医生吗？亏你是一名正义的大律师，看来我真的看错你。乔先生这件事情，你认为我会做什么？勒索、妒忌，还是我无聊想戏弄你啊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的意图很简单：第一，为病患死者伸张正义；第二，为我自己讨回个公道。2年前，我还是第2主治医生，而主治医生 Dr. Steven 因为采用未检验的药物让病人服食而导致死亡。他因为害怕，所以把所有的罪名推卸在我身上，让我背负这个罪名。后来是因为经过内部不公开的审查后，才还我清白。你认为医管局会接受你这份不 update 的资料吗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，一位经过寒窗苦读的穷学生想成为一位医生，因为被人陷害，而永远可能成不了医生的滋味？我告诉你，叫做生不如死。幸好最后方海伦因为透过他的关系把事情摆平，我才有机会当成医生。难道你对于乔先生的死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吗？你过得了自己良心吗？Helen， 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的伤是不是乔先生打的？我习惯了。我老公他最近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医生说他是胃癌末期，只能靠药物减轻痛楚。他有时候发疯起来，甚至连我都打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能帮你些什么吗？你真的愿意帮我？能帮我一定帮。医生那里有给我老公注射一种减轻疼痛的特效药，不过他们给他的分量真的太少了，其实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药？喂，安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这2天都在找你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所以暂时不能接电话。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米奇啊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我们快要结婚了，有件事我不能再继续隐瞒你。什么事啊？你之前不是问我，在英国的时候，是不是很早就认识 Helen？ 之前你告诉我，你在疗养院打工的时候认识到 Helen， 后来她也赞助了奖学金，难道还有下文吗？或许是一个人在异国，又没有什么朋友，
我跟他特别投缘。所以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了。你应该知道他当时有家室吧？我跟她的关系没有维持很长时间。后来她丈夫去世，她回国接管生意，我还是继续留在英国。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，直到我回国，再次碰到她。之后的事你应该知道了。要是因为我跟 Helen 的事，我可以理解。安生，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件事而跟你提出分手吗？很多人都会介意这件事，而且我还一直隐瞒你。我不会因为你的过去而觉得它会影响我们的感情。你可以接纳我的过去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可是重点是，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向我隐瞒的？没有了。那就好。安生，谢谢你这么坦白地告诉我这件事。医生那里有给我老公注射一种减轻疼痛的特效药，不过他们给他的分量真的太少了，其实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药？你要我帮你投药啊？眼睁睁看他受苦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比起我这些伤，我的心更痛更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可是不能随便加重用药量。要是出了问题，后果会很严重。不如我去帮你跟医生商量一下吧。如果找医生有用的话，我就用不着问你了。我除了这么做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你告诉我啊。医生，他是碍于医院的规定，所以不能增加药物。可是我问过一些医生朋友，他们说那种药只是个镇定剂，很安全的，不会出事的。你看他现在睡得这么平静，他也少受了很多痛苦，也不会抓狂，等我来出气。可是他是我老公，难道我会害他吗？你帮我拿这个药，不只是帮他减轻痛苦，也算是帮了我。要不然再这样子下去，我不知道我能够撑多久。你帮我这一次，就不用担心毕业前所有的开销，钱方面我会解决，你只要专心学业就可以了。美琪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真的不想骗你。徐警官，有进展了。你起诉的犯人当中，最近被释放出来的，就只有这3个人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印象？这个叫李刚，持刀抢劫路人，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，所以当时只判了1年半。中间这个少年一时贪玩在广场偷窃，可是也判得蛮轻的，大概只有半年。那我们先排除这2个，这个呢？唐文海杀妻，40年前的案子，最近才被释放出来。这是我入行以来第一次接到大案子，由于长时间受到老婆的精神虐待，一时控制不了情绪，把老婆给杀了。我有印象，当时挺轰动的，各大新闻都大肆报道。
医生当时证明他精神衰弱，导致犯案的时候神志不清，最终把谋杀判为误杀，可是他却一直声称自己没有杀人，所以在当时这个判决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。我还记得他也放话说出来之后会找我算账。这么看来，他的嫌疑最大，而且还有精神问题，是个计时炸弹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把他找出来，也会派便衣警员到你的住家暗中保护你。谢谢你啊，徐警官。曼宁啊，我看我还是帮你请几个贴身保镖吧。不必了，刚才警官不是说了吗？会派人保护我，而且我相信通海只是一时想不开，做一些小动作来泄愤而已，不至于真的伤害我。这很难说，毕竟他精神真的有问题啊。放松点，姐夫。做我们这一行的就是这样，你明明就是秉公处理，偏偏对方却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你身上。检控官本来就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，无论我们多么的尽忠职守都好，在旁人看来就是不讲情面的公诉人。进这行之前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，而且像这样子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。我只是担心，怕会连累到你们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那我保证，绝对不让你们任何一个受到伤害。你要答应我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你到哪去，一定要加倍的小心，知道吗？明天我们要学的是上汤苋菜，我教你怎么选苋菜，好吧？好。这里有2种苋菜，你看到吗？这种叶子比较红的，口感比较软，适合奶煮汤。好，红色的啊。红色。适合煮汤。这种绿色呢就比较硬，适合来烹炒。记下来吧。绿色适合炒。写的这么仔细，你这么认真啊，很快就能够顺利当上厨师了。谁叫我半途出家，我的字又认得不多。你叫我自己看食谱，我怎么看不懂，所以只好用这种笨办法让我出丑了。只要是有用的办法，就是好办法。最重要的是学习的态度。以前我教过的学生有很多自以为是的，平时呢就不做笔记，到考试前来的时候呢才来紧张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有事啊？哦，有客人要我载他去机场。那你快去吧，别让客人久等了。好，明天见啊。明天见。周女士，哎，张医生，怎么你也想来学烹饪呢？我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。当年英国警方也盘问过我，当时我是疗养院的实习医生，知道的并不多。经过调查，警方得到的结论是，疗养院管理不当，导致药物失窃，疗养院也因为这样失去了经营执照，而盗取药物的疑犯到现在还身份不明。你跟我说的这个案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不知道，连安生跟这个女人曾经有过婚约？当然，安生是我未来的女婿，这件事我当然知道。在案发期间，他曾经在疗养院工作过。那又怎么样？当时有传闻说，他跟方海伦的关系匪浅，再加上乔显赫猝死的前几天，方海伦曾经问过我药物的事情，所以我怀疑盗窃药物的人是连安生。你根本就没有真凭实据。你这样的推测未免太武断了。再说，虽然安生跟这女人很熟，但并不代表他跟这个案子有关啊。如果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，我就不会找你。你是什么意思？2年前我在伦敦遇上当年在药物房值班的护士，她说药物失窃的那个晚上，安生有找过她，期间护士还离开过，剩下安生一个人。这样，你还觉得这个案子跟他无关吗？后来我有看到新闻，才知道连安生跟方海伦订婚的事，我觉得太意外了。整件事你不觉得太巧合吗？既然是这样，你应该直接去质问安生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我有找过他，
他不止一次回避我，他甚至大费周章的找人调查我，还威胁我不让我查下去。如果他真的觉得我骚扰他，他可以干脆去报警，他没有必要在背后搞这么多的小动作。张医生，我很感激你曾经救过我女儿，但是今天你贸贸然来跟我说的这些没有经过证实的推测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再说，你告诉我这些事，到底有什么意图？我跟李兰生无冤无仇，没有必要去诬赖他，我也没有想过要破坏他跟你女儿的关系。作为一个医生，我真的没有办法看着死者枉死，明明发现疑点还无动于衷。那你想怎么样？难道这几天你没有发现林安生有不寻常的举动吗？你真的放心把你的女儿嫁给一个背景不清不楚的男人？原来你这么会煮啊！早知道以前我们就不用吃我煮的三文治方便面了。你以为要吃我煮的东西这么容易啊？也要看对方值不值得我为他煮。那我值不值得啊？你说呢？哦，这个时候会有谁来找你？会不会是其他的女生偷偷来找你啊？怎么可能？妈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听你说这2天联络不到安生，我有点担心，所以上来看看。昂提，你已经回来了，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啊？害我白担心一场。正好美琪煮了晚餐，一起吃吧。一起吃吧。这里还布置得挺不错的。昂提，来坐。我打算在结婚之前再装修一下，把书房变成睡房，这样 Olive 就有自己的房间了。之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啊？她也是我的女儿，在家里当然要有自己的房间啊。前几天安生失联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他刚好出差，手机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是吗？对了，我跟安生已经商量过了，婚礼的事照着你的意愿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说啊，我们只是希望你开开心心的看到我们结婚。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你是不是不舍得我和 Olive 搬走啊？不如我们一起住吧。我想照顾你。美琪，你真的了解安生这个人吗？你怎么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啊？你先回答我。我当然了解他，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。你们之前有好多年没见面，安生在英国那几年遇到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你也不知道，搞不好他已经不是你当年认识的安生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怎么怪怪的啊？我只希望你在结婚以前，能够确认这个男人是不是身家清白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什么身家清白？再说我已经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人家不嫌弃我已经很好了，你还要我去嫌弃人家？我不在意他之前做过什么，我在意的是他是不是对你坦诚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隐瞒的。当初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鼓励我跨出那一步，我才会答应跟他结婚的。现在怎么变成你又反复起来了？难道岳母也有婚前恐惧症啊？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。不过美琪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，妈一定会站在你身边支持你的。谢谢你，妈。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让勇敢往前走。